大家好，大家分享一个搜话题：市监总局督导阿里巴巴集团完成3年整改，全面停止二选一垄断行为，对阿里和市场发展有何影响？来看网友的评论。步步与二选一比较，对商家来说最可怕的不是二选一，而是全网最低价。其实所谓的二选一，商家损失并不大，连伤筋动骨都没有，甚至商家还没有损失。然而现在所有电商平台执行的是全网最低价的计算逻辑，对电商商家才是最致命的。而处于隐秘算法全网最低价，就把商家往死里磕。这其中最有代表就是自然牛拼某多多，这是电商新秀抖音。作为首批专职电商，从2007年走到现在，经历了电商规则变化的整个全过程，也属于全部的电商平台规则。从现在来看，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、天猫好像是最好的，在某多的那些商家苦不堪言啊。如果问问你在哪个电商平台赚到钱了，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先说淘宝、天猫、京东、抖音、快手。最后没有了，某多多只发明了砍一刀拉人头立刻扬名立万。在那几年里，没人不知道某多多的砍一刀。然而经过抖音某主播砍一刀，就让几万人没有砍到一个免费手机。后来上热搜的某多多，出于公关和维护的目的，却要送给主播一个免费的手机购物券。人家都是几十万粉丝的主播了，岂能差一个2000元的手机呢？于是再次被上热搜，让某多多被打脸，估计都打肿了。后来某多发明仅退款退货包运费，于是羊毛党蜂拥而至，这个规则养活了这两个群体，一个是仅退款羊毛党，另一个是专门骗退运费的团伙。请问有几个某多多的商家没有遇到这两种人？至于小二压价商家更是牛逼。对于一个从来都不尊重知识产权的电商平台，我也是服了。公司当年拥有专利的新品，全平台都上架销售，因为产品创新导致一度火爆。最先火爆的是抖音和淘宝，某多多的小二找到我们，要求我们降价参加他们的特价活动，一个月之后，某多多立即给降了流量，同时把产品热卖的信息发给群里同行的，要求他们尽快效仿复制，而且给优质活动资源，条件是降价7折以下。就某多多商家上当，蜂拥而至复制生产，还到1个月产品售价被压到成本价，再后来开始降低品质，现在呢跟狗屎一样。接下来就是某多多巨坑的广告投放，本来某多多的广告投放是一个技术活，凭着关键词点击付费，但某天拼多多发现这样收费太慢了，不过瘾，现在改为傻瓜型的广告投放，你只管给钱就行了，剩下的机器包揽了。于是商家投了，光看没人买，先按照我点击收费，看到有人买，按照比例佣金收费，总是横竖给他一刀。我至于小号，在我点广告的情况下买了自己一笔，验证一下，就被扣了40%的广告佣金，到哪儿说理去？最后关键卸载了。再补充一个拼多多失败的案例，就是拼多多一度打造的拼工厂概念。拼多多在几年前的时候，然后自己打了一个概念叫做拼工厂，树立的模范是智能抽纸厂家，一大袋10包抽纸，只赚1块钱，但拼多多销量能让你每天卖100万包，就是10万大袋。从这个数据来看，真的实现这样的销量，一天也能赚10万，一天也要3000多万的利润啊！又是几家抽纸工厂加入，在这种模式号召下，那一年出现很多拼工厂。拼工厂就是专门为拼多多量身定制的生产定制商品，并主要是以在拼多多销售源头工厂，就像拼多多的招商细到了南通叠石桥招商。我是参会的家纺商家之一，拼多多的招商小二进，帮助家纺厂商打造100家，年销售额超过10亿。些相关拼工厂商家，我自己回答，这10亿销售额，都是亏钱卖出来的呢，还是有利润的呢？拼多多招商小二就无话可说，我继续说，如果亏钱卖出10亿的话，我在任何一个平台都卖出来，何必非要选择拼多多呢？拼多多小二再次卡壳，最后我问他抽纸的拼工厂还剩几家呢？
拼多多小二直接涨红了脸，指挥人把我赶出了会场。那是2015年的时候，现在看当年拼工厂的观点完全没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年他们参加拼工厂的基本都倒闭了，或者转到其他平台进行销售了。拼工厂为什么会倒下去？是一下，比如抽纸一包，10包一袋，赚1块钱，日销10万来看似很诱人，但是10包抽纸的成本要多少？像仓储、物流、人工，每个环节都不能掉链子，断一个环节出问题就要巨亏，是巨亏。后来事实也验证了这一点。对于一个企业来说，利润越高，经营才越安全。要让企业或者必须满足企业生存的合理利润基本线，这种极端超低利润是经受不住任何的风吹草动的。事实就是这样，年初的时候，拼工厂很高兴，等到年终的时候，一结账发现巨亏。为什么？一单赚1块钱，但是一单退回，还会物流快递费，就要损失至少10块钱，再不加人工包装等其他连带损失。也就是说，只要出现10%退货概率，你就白做，甚至还要亏钱。你想价格被压到极限了，这样还能保证吗？不能就一定会出现退货退款，以仅退款即薅羊毛。于是拼工厂就几乎全部倒闭殆尽了。